相信很多朋友在财经媒体上看到了 GDP 的预期，尤其是第二季度美国 GDP 的预期已经来到了负的2%左右，那么就确认了我们将进入经济的衰退。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感到的无比的恐慌、焦虑。恰恰相反，这不是一个坏现象，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今天呢讨论这一点。我们这个不是标题党，也不是写错了，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到底如何从通胀的这种投资思路转化到衰退甚至于复苏的投资思路。那么好，请您跟我今天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复盘分析。好，我们先来看 GDP 的预期来自哪里？来自于亚特兰大联储的一个预期。那么通过对于很多数据的分析，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负2%。大家来看一下负2%是怎么来的负2%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有解释那么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今天早晨的 ISM 这个制造业的指数或服务业的制造业，这是制造业的指数 ISM 和一个其他的管理的这个什么指数，然后呢是非常大的一个衰退，所以说它的这个模型就要重新把 GDP 预测从原来的负1%下调到了负2.1%，那这个下调是非常快的，而且甚至于是非常离谱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坏消息。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如何理解这样的信息。我们在上几期的节目中都说到了，未来的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也就是为了压制通胀，唯一的方法就是制造 recession。因为如果白宫或者是美国的政府可以解决通胀问题，就不会把锅甩给美联储，让美联储来处理了。美联储要想处理通胀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制造经济衰退或者是强衰退的预期。其实最好的软着陆的方法是大家都有了一个很强的衰退预期，但是呢最后经济没有衰退，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当大家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预期，这经济的数据就像断崖一样的向下掉。那么面对的通胀，面对经济数据向下，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好，我们来看一看，回顾一下美林时钟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搜美林时钟，我相信很多的文章，包括知乎包括美国的这些英文的媒体都会跟大家详细的解释美林时钟。其实美林时钟的核心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周期，也就是商业周期。那么任何的经济发展都无法逃脱商业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它一开始是过热，那么这就体现在21年和20年这样附近。那么20年还不明显，因为20年是股票非常疯狂的一个时期的结束，转向进入什么商品周期。我们也看到商品周期的转向的非常的厉害，是在21年开始的。那么能源板块也是在21年启动的，能源金属、小金属包括这个我们说稀土都在疯狂的涨你看化肥那些都在涨。那么真正的开始我们进入了滞胀期，滞胀期的时候就看到了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然后呢再加息。可是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过热和滞胀时期现在呢不是很长，而且分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在美联储做决策的时候，他所能看到的经济数据还是非常强劲的，甚至于是过热的，但是已经出现了非常恐怖的让人无法遏制的通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是过热期你也可以说是滞胀期。那么为什么说你也可以说是滞胀期呢？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数据，我们之前在 A0 的课程中了解也跟大家分享了，经济数据是看前面一个季度，而股市是看后面至少2个季度。这个经济和股市之间关系至少差将近3个季度，有的时候多达1年。那么这个周期差这么久，那么意味着股市不是完全反映经济的表现，而经济的表现本身就存有极强的滞后性。那么今天的话，可以说当美联储用的经济数据看起来都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经济已经在进入非常大的下行了首富 Elon Musk 在他的推特上，在去年的年底其实就说到了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疲软。那么对于美联储的官员们，他们所掌握的数据，或者说
他们就当没看见也就是说企业家其实对市场的感知是非常敏感的，企业家对市场也是有着非常有前瞻性的预期，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去听企业家是如何讲听消费者怎么讲，而不是坐在温室中或象牙塔里的学者。好，扯远了，我们再说回来。那么企业家已经看到了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一个简单的衰退，那么到今年这个半年，我们也看到股票非常的惨，股票暴跌，然后呢债券暴跌因为这里面是滞胀，就是通货膨胀，然后经济停滞，那么这个时候呢只有现金还能凑合。那么我们今天出现了经济衰退的信号，这就意味着我们时钟快速的从过热就波到了衰退期。那么一旦进入衰退期，意味着我们离复苏期就近了如果你在滞胀期和过热期后期，你前头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们说了，你的数据滞后，或者说跟股票的预期差两三个季度，那么至少你的衰退期应该有个1年，也就是说1年左右，4个季度到5个季度，那么意味着我们向前看，股票也就是美股市场的底部已经在非常临近了，也就是最多也就是1-2个季度，因为我们这差3个季度嘛，1-2个季度就应该差不多了。而这个时候一旦确认进入衰退期，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债券的表现是极其强劲的，极其强劲的债券表现，那么说明市场已经开始进行了衰退局的一个布局。那么我们该如何操作这个衰退局的布局呢？好，我们看到消费者信心指数来到了历史的一个低点，而且几乎是历史最低。那么在历史最低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说市场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那么意味着其实这就是一种机会就是大家都悲观的时候，那也没法再悲观了，也很难再差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好美林时钟，根据美林时钟我们来去布局，而且市场也就是按这样来布局的。一会儿我们在分析具体的技术情况下技术分析的时候可以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其他的数据我们来到这个新宇老师的这个网站上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关于这个情绪的一些指标，我们来看一看情绪指标都是什么。那么它这里有很多的数据那这些很多数据我们先来看看，比如说 AI 的 Sentiment Survey， 那么这段时间的话仍然是一个偏熊的这么一个状态偏熊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回来看一下，那么这也是一个就是基金的这个经理的这个持仓这个持仓基本上还都是现金为王吧，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反向指标，所以他们持有大量现金的时候，往往这都是个买的机会那么这里还当然有一点大家需要小心，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 AI survey 的话，大家 sentiment 虽然很低，但他们的股票仓位也比较多，没有完全下去，是因为这个债券市场跌的特别多，所以相比而言我们如果觉得利率要下行的话，而且利率确实下行，我们这里其实债市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指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市场上的这个情绪。对，市场上的情绪，大部分的情绪都处于中性，或者是偏什么呢？是一个偏熊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然我比较常用的这几个，我其实看到了以后都是这里是一个偏多，其实是可以说是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非常什么呢？非常谨慎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内这个Dark Pool， 也就是我们说的主动型基金，它现在在这个地方布局和买入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现在综合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其实是不弱，现在是很多的机会在等待着我们。插播一条广告就是富途牛牛开户现在是7月，充值2000有一些优惠。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送您3个月的我开发的简单交易的交易系统以回报您的支持。好，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周线上的走势。周线上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走势是比较难判断的，就是我没法在周线上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比如说上2周之前，我们可以明确的判断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所谓的机会。那么我们后来之前在这一周我们说了，回测100多年数据找到了一个机会，这个至少吃个大阳线。
那么你现在走成这个样子之后，其实在周线级别上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空间。我们来看纳斯达克100的这个指数啊，也是，而且比标普还稍微弱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元，美元这都突上去了，非常强啊。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呢？不好说。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债息是在跌的，那我们看看债券调体的这个，大家看周线其实底部其实已经出来了啊。这里周线是很少给你做一个什么底部结构的，周线就是上插就是一大波啊，下插就是一大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啊，非常不错的机会。好，那我们来看日线，日线先看标普，标普的日线我们看到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higher low，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的蓝色这个是要底部的一个结构啊，底部的一个结构。那么这里是 MACD 的一个类似于 W 底的这种形态，而且我们下跌的过程中1、2、3、4、5、6、7、8，那么这第9波下如果能完成啊，能完成，不管是这弱势横盘，不管是出现我们说的是 lower low 还是 higher low， 其实我都是耐心的等待这一笔，也就是第9波下的完成，再次做反弹。现在呢，我其实做空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因为做空我是很难抓止盈点，我的都是持有的多仓，比如 AMD 我持有的多仓，然后呢不停的下这个领口，每次一到上来就下个领口，刮下去了，上来又下个领口下去了，以保护自己仓位不受特别大的冲击。那么这个位置上两个小黄点是什么呢？小黄点是根据就市场情绪，在这个位置上呢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背离，或者说市场情绪开始有一个转暖的过程，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有可能这里是出现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好，那么这是标普，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纳斯达克100，纳斯达克100的话跟标普其实差不多的啊，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从一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这个位置上，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下，然后呢上下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可以走成，可以看这样，你看，然后这儿。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走一个中枢，那么这里再做一个中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一波如果 recession 以后的再向下，就很容易会产生非常好的第一类的买点。从大盘来说，那么我会耐心的等待这么好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今天有没有一些板块比较弱？那半导体不用说，半导体今天是台积电出了这个知道这几个大厂全都砍订单，那么这个情绪或者说做空的情绪全都积累在半导体了，而半导体是最近最倒霉的一个板块啊。那通胀也杀半导体，然后呢周期也杀半导体，然后现在是 recession play， 我们说的 recession play 也杀半导体。那么半导体这个行业对于我来说，我个人是有一个偏好的啊。那么我认为未来的经济发展绝对离不开半导体，但是现在这么杀，有朋友问 AMD 什么能不能抄底，我都说不能。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如果是长期持有，我上次也在上次的视频中也讲到了这个半导体投资的逻辑，就是跟云计算相关的，它其实是出现了一些错杀。我认为在长期的投资来说，仍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只是短期现在是最弱的这么一个板块，最弱的板块。那么我们想什么时候出这个机会呢？我们耐心等到这个1、2、3、4、5、6、7、8、9这9、9、10，那么下来就是说它的这一波的衰竭，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下跌的力量啊，这是小跌，这是小涨，这是1、2、3、4，其实这里面呢，这个下跌3和5，其实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就是速度的一个什么呢？速度这个已经减缓了，然后再出来这一波7又改加速了，但是8呢，然后9虽然速度很快，但9的力度并不大，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是9波的一个下跌了。那么9波下跌的话，其实是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比较极限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在大家都在恐慌或者说非常厌恶半导体的情况下，我倒是觉得首先这里不能追空这里绝对不能追空，因为很多公司被打到了非常低的一个价值，一旦出现反弹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而且这个时候不要去追着卖那个 cover call， 这点特别要提醒啊，因为随便一个反弹，你到时候你的利润没有被摊平很多，但是你最后那个反弹的肉是吃不到的。好，我们看到其实 QQ 今天表现的一般，但谁表现好？大家看房地产表现非常好，
房地产住建板块为什么表现非常好呢？因为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进入了美林时钟的这个位置，那么商品的暴跌啊，股票也疲软，债券、房地产他们会在这个衰退中啊，会相对受益，而且房地产和季节相关，那么正好是这个暑假或者说是夏天这个季节因素，再加上我们从这个 K 线上来看，大家看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强劲的 higher low， 也就是这就是传说的2B 出来了之后，你的止损点甚至可以就是2根均线这儿非常的少，因为52到53左右，你向上杀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我认为这个 ITB 这个位置上可关注。小生化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周中就已经说了买了，大家就是看，其实非常好操作。为什么？因为拉起来之后它的回调是最少的，你看它的这个回调形成的是 higher low， 那么这就是非常强力的一个板块。哇，这里面我们没有啊，我的板块里没有放这个 KY 啊，就中国的股票，那我们再把它放进去，然后我再把港股的这个放进来。我就说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概啊有横盘，那么这个横盘的话，我觉得短期内应该是震荡了啊，这波反弹太厉害，从28到33，大家看已经涨得非常多了，将近20%啊 ，FXK 涨了20%，这里是重要的一个阻力区，我不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去追。中概我们等着对它一个横盘，如果横盘的话，对它进行低吸，如果要下跌的话，那就再看。好，那我们再看啊，这个生化，大家是不是你看到为什么生化那么强呢？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做什么？在做一个什么意思？在做一个衰退期的一个 play 啊。还有呢，我们再来看债券。债券今天这个是明确的，我把这个 K 线关了，因为 K 线这个东西啊，噪音是蛮多的啊，噪音很多。我看一下，我把它怎么把它关掉？好，这里应该是可以关的，但是没有看到，不过没关系了。我们就看2个均线好了，大家看这个地方是标准的一个双叉叉，而且这是标准的什么底部的一个结构。那么底部结构有了，然后呢买入，然后这个地方已经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那么任何回调都选择做多，而且加上我们宏观上美林时钟，那么 TLT 也好，那我们整个做债券的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做了啊。跟它正好反过来的话，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反过来的看就是这种小金属已经打回到了这个横盘的中枢区啊，不知不觉的，大家原来是喜欢的那什么 AA 啊，对吧？大家看，对吧？你为什么不能做它呢？就是已经打回到这个横盘区，它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周期的衰竭了啊，这个时候不能再去盯着小金属去做。相反的话，如果真的是，那你比如说黄金这个地方，那我自己做黄金做的非常菜，我就不在这做进行任何的分析了啊。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板块，比如说 XLY 消费必需品和 XLP， 对吧？那么 XLP 明显这个非常强劲，那么保守板块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保守啊，保守就是跟债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特别保守的话，它跟债券呢有点那个类似的性质啊，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是强，那么谁弱呢 ？QQ 弱，小金属弱，科技弱，对吧？那么我们盯着的是什么？我们盯着债券做，然后我们又看了房地产板块，还有小生化，对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utility 也是非常强劲的。那么这个就是 recession play 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叫 recession play 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板块上的一个分析。好的，我们来做一个细节拆解。我们5分钟这个地方可上可下这一大摊，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难操作的。那么它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一大摊用个圆圈画出来，对吧？那么这一大摊圆圈画出来，那么这一波下是完了，这个很容易判断。然后之前的那一波上也很容易判断。那么这一大摊，我们如果把它看作下的话，那么这是一波上，那么我们还有期待一波下啊。那么这样的话，走势就完整了。我期待这波下之后，不管是下的力度多大，我都可能会选择做多。这是短线的一个拆解啊。那么其他的拆解没有什么特别，短线也没有特别好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常问的个股，先从跌的特别多的开始，先说 AMD。
AMD 我今天在这个 Discord 发了一个从日线到5分钟的，现在仍然没有什么呀，仍然没有什么机会，日线级别机会，我们要等到什么这样的地方那个底分型确认的这种反包转折型分型出现，来个这个，我们才可以在这里进行买入。这样的话有钝化啊，有这个分型，你就像这个出来之后，你后面还有一段肉啊，这样出来之后，你哪怕这儿买，下面还有一段肉啊，那么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出了分型，或这儿出了分型，你再做。那么现在的话，你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买入机会啊，英伟达这里也是啊，这里也是，那么都是我长期持仓了，虽然有滚动操作，但是你肯定不是啊，这靠这个说赚大钱是不可能。那么它也是1、2、3、4、5、6、7、8、9，第9的这个段，要等它第9段内的走势完整之后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可能在分析中再说。高通比他们强啊，前段时间出了一个这个好的消息。然后呢，还有消费类跌的比较多啊，跌的比较多。那我们来看个股比较强的，我们看这里就是什么数据啊，成长相关的，还有中概啊，中概。那么说拼多多、理想汽车，那么 ARKK 也可以啊，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完成一个，如果能完成个箱体向上或者箱体向下，都是我们交易的一个机会。那么只要它突破以后，我们再做啊，这样的话就是效率非常高嘛。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有什么？比如说今天亚马逊也比较强，但是他们都是形成这种小的箱体，不排除还有向下的这么一种可能。那么我们再说一说，比如说大家对特斯拉啊，那么特斯拉这个形态还是没有出来，在这儿是进行一个收敛了。收敛的过程中，耐心的等它出这个机会，耐心的等它出机会。那么还有一些保守公司，比如说麦当劳，麦当劳我一直在等待它出现一个非常就是出现一个就是再有下跌的时候买入，但是没有等到更好的机会，这也赖自己稍微有点贪了，所以这个位置上麦当劳这个位置上只能在这儿等着 W 底做突破了。那么还有就是我平常跟大家讲的，就是像强生这种下跌了以后回踩了支撑线、趋势线，继续向上，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美林时钟这种recession 过程中，他们是比较保守的，容易做的。那么如果像 Home Depot 我们说 ITP， 它能把这个阴线这上面上攻，那么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走势。那么还有有些公司像什么制造相关的，像 BA 像这个我看看，CAT 不行，我们看这个军工什么走的都不是特别的差。天，军工这个是走的非常强，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战争也如果是哪天宣布结束，也是非常大的利多。那么意味着我们至少通胀的这个 play 是结束了。所以现在不要再盯着农产品、小金属、能源、原油去做。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于我可能会考虑，比如说原油的这个顶部这个顶部它现在拉起来了以后做震荡，那么我会考虑在这个地方 MACD 下去了，能不能选择做一个什么呢？或者是什么呢？做空，或者是你看这个位置上，它这个位置是一个关键的支撑，这个地方灌破了也可以做一笔，都可以。但整体上来说，我这里已经觉得不能在这里追他们我们投资的方式已经应该有所改变。那么好的，那么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然后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转发准备内容非常不容易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它不一定对，但是给您一个很好的参考作用。好，希望您喜欢。我们这周就复盘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拜拜。